就会有一些膝盖生根的人觉得国产的东西不配上用好价格，以及当前的市面上竞争环境比较恶劣，各种水军、各种舆论对未来从来都不是友好的。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这一视频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Neo Phone 啊。为什么要聊 Neo Phone 呢？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作为车企啊，蔚来做的第一款手机，我使用已经有4-5个月的时间了吧。觉得应该做一个像中期汇报一样，毕竟一款手机在我这儿正常也就使用1年，对吧？毕竟像我 iPhone 什么的，我都是1年一换。第二呢，就是蔚来负责手机的同学饮水君同学最近离职了，然后白健同学接手了他的工作。这市面上呢，就是各种传闻四起，有说 Neo 呢将放弃做手机了。反正据我的了解，就是斌哥说的，手机这个事情要先做3代。就是做3款手机，1年1款，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手机这个事还值不值得继续往下投。那作为第一款 Neo 手机呢，其实开始我的兴趣也不是十分高啊，毕竟作为一个备用手机的地位可能大多数人也是这么想的，对吧？结果用了这么几个月之后，我发现，那个不管是未来的开发也好，还是手机本身所具备的定位、所具备的能力也罢，觉得值得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那首先呢，就是这2款手机 iPhone 15 Pro 跟 Neo Phone 我都是如往常一样，不使用任何保护壳，屏幕也不进行任何贴膜。然后2款手机在经过3-4个月的使用之后，表面上都满是划痕了，但无所谓，反正手机对我来说就是1年一换的。然后呢 ，iPhone 这个它使用的是钛金属的壳啊，这个边框确实比之前的铝合金边框要好很多，再也没有出现划痕了。那相反呢，由于钛金属要比 Neo 的这个铝中框要硬，所以它们2个这样叠着放一起，放在我兜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偶尔还放错，对吧？就是这样一放，然后会导致 Neo Phone 这个顶部的这个铝框上各种各样的撞击的痕迹，看起来呢不好看。但是像我这样把手机处于这么恶劣环境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然后 Neo Phone 呢也经过几个版本的大的更新迭代，可能1-2周就有一次大版本迭代吧。目前的软件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早期呢应用会出现一些闪退，现在我很少遇到会闪退了。就是有人说这个手机需要大规模几千万部之后才知道会出现哪些问题，但是我想作为 Neo Phone 这样一个面向几十万车主的产品，在也算是一个大规模使用了吧，好像已经没有出现有很多 critical 致命性的错误了。然后大家所关注的 GMS 什么的，也就在后续的版本中也都已经支持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当主力机还是说备用机来看，它在能力上不会给你有任何缺失，但是它作为手机的配套产品，它确实给了你很多别人做不了的能力。尤其是前几天我看了小米的一些宣传视频啊，它宣传的所谓的车机互联，我看目前他们展示出来的这个完成度可能还不如 Neo 呢。那首先呢，作为一款车钥匙级的产品 ，Neo Phone 做的十分到位啊。这个车钥匙 UW 钥匙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钥匙。你注意看啊，这个时候门把手都是一直不打开的，看看它什么时候开门把手。看到没有？走近才开。如果你像我要有多台的 Neo 的车机，以前呢，如果你使用 App 的话，像那个在 iOS 上面，因为它不开放 UWB 权限，本身呢是蓝牙，它的蓝牙节点呢对于车的探测距离不会精确到厘米，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到车跟前了，然后呢车的蓝牙节点跟手机没有协调好，之后会导致你罚站。但是使用 Neo Phone 之后再也不会了，永远都是你走进车的时候，车的尾灯亮起；你靠近车的时候，车的门把手推出，你手一扶，车就打开。像我这样有多款车的，也不再需要进入 App 去切换车辆了，靠近哪台车，哪台车就闪。如果我2台车是并排放的，我从左到右走过去，那个车的点亮顺序也是从左到右点亮，所以 UWB 钥匙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再有呢，就是未来的天空视窗功能，这个功能呢绝对不是投屏，它比投屏要好用很多。它在车内呢可以运行手机上的所有 App， 这样会造成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安卓的生态，作为 Neo 的产品，你既然可以在安卓机上使用苹果原生的 Apple Music。对，如果有的同学跟我一样就只订阅 Apple Music 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的乐曲库相当于就是无限的。那怎么样良好的去使用 Apple Music 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你可以在车内的天空视窗中就直接打开 Apple Music， 它就会调用车内直接去播放了。看好了，这个还带有转移，手机上在播。
转到车上了，关掉，手机上回来了。而且音质完全取决于你的带宽，如果你的网络好的情况下，那这个带宽就是很高。那我还教你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的车机，比如未来的车机是支持 WiFi 分享的，对吧？这个时候呢，你甚至可以拿你手机去蹭你 WiFi 车内 WiFi 的流量。这样的好处是啥呢？我感觉苹果好像在使用 WiFi 的情况下，默认会把音质拉到高画质上，就是高解析度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使用Apple Music 是一个相对比较原生的体验，做得很棒。那再有呢，就是 New Link 的功能已经做得很全了，除了那几个开会的软件，我也不上班，我也不开会，所以飞书什么的我感知不深。但是现在可以用车上的微信了啊，通过 New Link 的方式可以直接用微信，完全原生的微信的一种状态。Hello。朋友圈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打开的，体验很好。甚至你还可以调用车内的摄像头去开一个那个视频，对吧？是那个视频通话。然后视频通话呢，唯一的问题就是车内的摄像头它是横向的，它不是那种原生的纵向的。然后在被原生的纵向的微信所引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畸变变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解决了你在车上用微信的一种方法，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原生态的体验。这个呢也是很多车所做不到的。再有呢，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智能车控按钮。智能车控按钮其实非常简单，你看我在车内的时候，我只要点击这个侧边我要解个锁。好，智能车控就打开了。在车外的时候，它显示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会显示车的停车位置，可以对车进行召唤呀、一键出血啊、遥控泊车啊，这样对车的一些操作。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呢，它会提示你当前车辆的位置在哪里。点击这个位置进去之后，它会提供除了常见的提供一台车辆的地图位置之外，还会给你5张照片，分别是这个车停车时候前后左右以及透明底盘的照片。在很大概率上，如果这个地面它是有车位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显示出你当前车辆停的车位号是多少。这避免了我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张照片是显示就是自己停在商场拍张照片显示车位号的。有了 Neo Phone 之后，再也不再需要了。那有人说用 Neo App 就不能用了吗？当然也可以用啊，但是 Neo App 首先你需要启动进入你的 App， 等这个 App 转完圈之后切换到你的爱车，然后继而去找到你这台车的位置。这一些的流程哪里有使用，它这样一个摁一下，这样带来的东西带来的舒爽呢，是不是？同时呢，如果你在车内的话，来我们看一看车内的体验。在车内，如果你点击这个车空键的话，它会立刻显示的是车内的控制按钮，支持空调控制、座椅控制、媒体控制、播放音乐、天窗的控制，像 ES8 香氛啊什么的控制都可以去支持。并且，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车控，对吧，放到右边去，如果右侧座椅再坐一个人的话，你看，立马它就切换到了右边。这样的这种流程是很多产品都做不好的。总之呢，这一整套的交互方式其实把你对车的交互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感受上。如果你不做手机，我都觉得这个版图上缺少一块。再者呢，就是导航的无缝接力，这个呢我单独拍了一个视频啊，反正没有谁能做的比蔚来更好了。好，关于这个手机导航的接力，那 Neo Phone 无疑做的十分轻松啊。那比如说我在手机 App 上看到我要去一个地址叫上海保利大剧院剧场，那这个时候我只要选择在手机上进行导航，点击一下导航，开始导航，准备出发，看，瞬间整个这个导航地图就接力到了我的车机上面，完全无丝滑的流转。这种东西是真正让用户感觉到方便的啊。还没完，还有第二种方式。好，时过境迁啊，至臻园已经叫了台盛园了。那假如我们在大众点评上，我们看到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叫黄浦区黄河路50号，我们点击复制，立刻会出现黄浦路50号的这么一个地址啊。我们可以直接在车机上选择导航，直接就导航就到了。这种车机上去判断手机的这个地址的连接，完全是本地去连接的。有一些特别注重隐私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你的隐私遭到泄露，这些东西是不会上云端的，就是在本地进行思考。那最后呢，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每一次大家说蔚来的车机做的比较差，其实蔚来的车机应该是所有智能电动车中最丰富的功能了。引用小特叔叔的一句话吧，就是不做就不会错。
错，很多车机只是功能少功能菜，所以他们显得不错而已。蔚来只是因为做了超级丰富别人做不到的功能，比如说行车记录仪的导出，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蔚来已经可以通过 Neo Phone 进行无线导出了。好像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说我插一个 U 盘进去把视频导出来，但如果你有 Neo Phone 的话，你完全不需要 U 盘这样一个东西啊。那这样一整套车机跟手机之间的数据导出，蔚来就做得很好呀。有谁把这套东西做得如此的流畅了吗？再有呢，还会有一些常见的功能，比如说什么 Neo Link 的游戏，蔚来通过 Neo Link 的方式把一些游戏赛车游戏做得很好。那比较可惜的是我不打游戏，所以我对这玩意的感知不深刻，我也就不给大家去班门弄斧了，好吧？总之呢，就是这一部 Neo Phone， 首先作为一台基础的安卓旗舰机，它已经是到位的。之前已经做过很多评测了，不管是跑分啊，还是拍照啊，各种各样事儿，对吧？我们已经拍过很多视频了，就不再多说了。作为跟车的一部分，作为车的一个延展，它做的是远超大家的预期的。网上之所以骂的那么多，核心原因是蔚来这个车它比较贵。蔚来在全球目前的总销量是45万，将近50万台这样的一个销量上，那你乘以一定的比例，拥有这个手机的人少，再加上就会有一些膝盖生根的人觉得国产的东西不配上用好价格，以及当前的市面上竞争环境比较恶劣，各种水军、各种舆论对蔚来从来都不是友好的。是不是仿佛蔚来做一个手机那就是不务正业，那就是做的差，而他们压根儿不会去想未来一个 quarter 一个季度就会有30亿的研发，做一个手机从头到尾把一个团队组建起来，把这个手机弄出来，那才要花多少钱啊？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蔚来其实要做的就是坚持把自己的手机做完3代，然后随着自己的车的销量逐渐上升，甚至说自己的那个第二品牌阿尔卑斯的销量会大幅度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会越来越被认可。未来在做手机的时候，没有汽车车企在做手机，现在好像吉利要有自己的手机了，对吧？我听说 Polestar 也要有自己的手机了，小米跟车机的联机更不用说。有人说你凭什么说未来会做的比他们更好？在当前阶段，未来做的是比他们更好的。那以后如果落后了怎么办？落后了就追呀！手机是车控制的一个延伸，一个版图。以后的问题不是谁好谁坏，是你没有，你都没有机会上牌桌。那好了，以上呢就是董买买对于Neo Phone 这样一款争议很大的产品，我也是用了4-5个月的一些新的感悟，新的一些感受吧。那也希望你能有机会去体验到 Neo Phone。当然，目前最简单的体验办法呢，其实是去 Neo House 去未来中心去体验。然后想买到这部手机，其实你还得下一个 Neo APP， 因为未来不在任何渠道去投放。对，就是这个手机，你想在京东卖，比如想在第三方电商卖，每一部手机出去包销，别给别人，别人是要收你费用的，未来觉得没必要。对，所以只能在 Neo App 上买到。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手机不错，有点意思，你不妨其实值得去买一台。这个手机可能放到10年后，放到20年后，甚至放到未来这个品牌的历史上来看，这一步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重要的多。那好了，以上就是董买买的视频。衷心的感谢饮水君同学啊，在未来好像也就待了2年多的时间里头，从无到有，从零起步，拉出了这么一款厉害的手机。那接下来就交给白健同学了，期待白健同学在 ISP 对吧，在车机互联上能有更多精彩的突破。好，这是本期董买买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中订阅董买买，卖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